做昨天的排骨汤，也要做鸡蛋面，所以我现在在自己擀这个鸡蛋面，还挺亮的。我最近有一件非常对我来说是信心上的鼓励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它是信实的。然后在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我在给我的一个朋友，我在1对1的服侍他，然后他的处境非常的复杂，他也非常的痛苦，所以我在想要给他传福音，然后在我想要给他传福音的1个星期以前，我们就已经定好了，就是这个星期的礼拜六，他来我们家带着孩子一起，我们写作业，然后我带着他一起学习圣经，然后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。1个星期前就已经定好了，但是周五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告诉我，就是他的小孩生病了，然后他们可能明天去不了。我当时就特别的紧张，然后我就很担忧，我就在帮他祷告，帮他的孩子祷告，然后我也希望他们周六可以能够正常过来。他也希望来，所以他还是想要来，坚定的告诉我他想要来。但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因为孩子在生病，所以孩子的外公外婆就不想让他们过来，然后他们还因为这个吵了很大的一架。我朋友他的处境和其他的一般家庭的处境不太一样，所以对于他来说，他们家的张力就更大一些，所以他也更困难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，我说你把你的处境告诉给上帝，你就向他祷告吧，如果他愿意，他会为你开道路的。然后我当时其实在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打鼓的，我心里其实蛮紧张的，因为我怕如果他祷告了之后上帝不应允怎么办。然后但是我还是跟他说了，凭借着我对上帝的信心，我还是跟他说了，虽然就因为我的处境现在一直以来状态都不是很顺利。然后后来呢，那一天晚上我们都在为他祷告，我身边的朋友在为他祷告。我说明天我们再看，就是礼拜六的早上我们再看。然后我说看看孩子的情况，然后也看看你爸妈的情况，明天还会继续为你们祷告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在灵修的时候就想到他们，然后就想要给他们祷告。然后我就想要给他们祷告，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间就是萌生了一个新的那个祷告的事项。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我朋友的父母，所以我也在为他的父母来祷告。我希望在这样子的张力当中，我的朋友是可以有智慧的，以爱和温和的来开导他的父母。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也为他父母的身体来祷告，也为他祷告，也为他和父母交流的方式来祷告。然后在我做完祷告的时候，我正准备要给他发消息问他能不能过来的时候，他给我发了消息，他先给我发了微信了。然后他说革命马上就胜利了，他说就差出门了。我当时特别的激动，因为在前天晚上我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，我也在跟上帝祈求，我说主啊，因为我的处境现在是这个样子，我已经持续了这个状态很长时间了，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应允我的祷告，我也不知道你是否会应允我朋友的祷告。但是如果你愿意，你使这件事情成就，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增长。你让我就再一次见证到了你的信实和良善。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他要过来了，然后他们已经出门了。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激动，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家里，然后准备做了饭，所以我就给他们做了那个排骨汤。等到他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聊天，我说我有多么激动，就因为他们能够过来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们突破了重重的障碍，重重的难关才可以过来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。然后我说我也在为你的爸妈祷告，我说就是更温和的、更有智慧的去跟他们交通这样子。然后他说对，我就是这样的。今天早上起来给我妈揉了揉肩，给我妈撒了几个娇，然后他就让我来了。嘿，然后他就让我来了。你那么喜欢镜头，
说感谢主，我说这件事情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我知道你们家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对你们来说能出来是多么多么的困难。然后他说对是，然后紧接着我就带他一起学习课程嘛，全程我会觉得，如果用我的话来说，我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女士，她非常的有，就是可能哪怕那个信心只有一点点，但是她很愿意去了解，然后很顺服，很渴慕，然后在全程她都非常的愿意聆听，非常的愿意领受和学习上帝究竟是怎样的，包括他自己也有感动说，这好像和我之前所了解到的上帝都不一样，和我之前了解的其他的神也都不一样。我说那太好了，我说你可以去慢慢了解他，去发现他不怕你去剖析他。我带他就做了那个学习结束的祷告，然后他也非常非常的感动。然后我在睁眼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哭，我的热泪盈眶。我一看他哭，我也开始哭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哭。他们在我家又待到很晚，待到8点多他们才回家。以前他们来我家的时候，他们妈妈会非常非常的生气，然后就会埋怨，然后就会吵架争吵什么的。然后但这一次他回家的时候，他回家是一片和睦，然后他爸爸妈妈已经吃完了饭了，但是给他留了那个饭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回来还给他热了热，单盛出来的。然后他就给我拍照片，他说有上帝的感觉太好了，神在我们家里，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。我说感谢主，我说上帝安慰到你了。然后我就想说到这一切，其实对于他来说，可能是上帝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开头，很好的祝福。那对我来说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所经历的祷告，所看见到的属灵的征战。以及在我自己生命当中，因为这件事情所有的经历，然后让我的信心都被建立起来。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，就是上帝他能让我经历这一切，即便可能我的处境也不是那么好，但是他让我看见到了他的信实，然后我也觉得他让我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对的，然后也是值得耐心等待的。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见证特别特别的美好，然后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。还要给它弄成面条呢。其实吧，最开始我只用了小半碗面，然后打了一个鸡蛋之后，我发现不够，我就又打了一个鸡蛋，然后又打了一个鸡蛋之后，我发现太稀了，我就又加了点面，然后又加了点面，然后又加了点面，然后面团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过一下水，这样再放到骨汤里的时候，就不会污染那个骨汤。不然生了面煮进去，那个汤会变浑嘛，因为有生面。切啦！现在我要把这些面准备下锅了。满满一碗面，给看，哎呦，看，简直了！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骨汤倒进去了。哦，对。